我的名字是奥利维亚·摩尔。我的丈夫诺兰·施密特的父亲利亚姆·施密特突发心脏病，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急救，但作为医生，他却让实习生卡米拉·海耶斯进行手术。卡米拉站在手术台旁，手忙脚乱，甚至连手术刀都拿不稳。他眨着眼睛，撒娇地说：“施密特先生，我有点害怕。”诺兰溺爱地轻轻点了点他的鼻子，完全无视监护仪上持续下降的生命体征，耐心安慰了他10分钟，然后一步一步地指导他如何进行开胸手术。结果，卡米拉手一抖，不小心切破了主动脉。他猛地扑进诺兰的怀里，哭着寻求安慰。诺兰紧紧抱着他，轻声安抚。与此同时，利亚姆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机，当场死亡。当诺兰搂着仍在抽泣的卡米拉走出手术室时，他只是冷冷地瞥了我一眼。他说：“要怪就怪你爸运气不好。走之前写封感谢信安慰一下卡米拉。你爸也活到岁数了，够了，别让他的死给卡米拉留下心理阴影。”我愣在原地，震惊片刻后，我才意识到他一直以为手术台上的人是我爸爸怀亚特·摩尔。我发出一声冷笑，恐怕这封感谢信得你自己写了。诺兰一脸不耐烦：“奥利维亚，你能不能别这么无理取闹？你这副样子只会让人讨厌。你没看到卡米拉给你爸做手术有多害怕吗？”卡米拉委屈地钻进他怀里：“施密特先生，别这么说，奥利维亚会不高兴的。要是我让你们之间产生矛盾，我会心疼死的。都怪我自己能力不够，没能救回奥利维亚的父亲。他怪我是应该的，就算他现在要打我要骂我，我也认了。”说着，他真的开始哽咽起来。诺兰心疼不已，立刻把他搂得更紧，轻声安慰道：“有我在，看谁感动你。卡米拉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是他爸不幸生病，这事不怪你，别自责了。”然后他转过头，恶狠狠地瞪着我：“奥利维亚，够了，看你把他欺负成什么样子了，赶紧把你爸的尸体弄走，别在这里碍眼。还有，赶紧把感谢信写了。”看着他们亲昵的行为，我只觉得恶心。当初利亚姆被送到医院时，我立刻给诺兰打了电话。听说他取消了好几台急诊手术赶过来，我当时还松了口气。他是这家医院的顶尖外科医生，救过无数危重病人。我以为他是不放心别人，才这么急着主刀，却万万没想到他竟敢让一个毫无经验的实习生主刀。现在病人死了，家属反倒要安慰医生。但毕竟诺兰才是和利亚姆有血缘关系的人，我也不便多说什么。我冷冷地说：“我没问题，只是不知道你是否也认为这与医生无关，我们反倒应该感谢医生被吓到了还坚持救人。”诺兰冷笑，眼神轻蔑：“奥利维亚，别阴阳怪气了。你以为我听不懂你的话？你不过是嫉妒卡米拉能救死扶伤。我今天就把话说明白，你可以录下来。就算手术台上的是我爸，我也还是这句话，病人的死和医生无关。有卡米拉这样善良的医生是病人的福气，我们作为家属应该感恩。”我只觉得可笑，并按他的要求迅速录了下来。看着他冷漠的态度，我只感到心寒刺骨。今年早些时候，我带父母做体检时，想起利亚姆偶尔提过心脏不舒服，想到他平时待我不薄，就顺便给他也预约了全面检查。结果检查显示我父母身体康健，而利亚姆却被查出患有心脏病。当时他恳求地看着我，让我别告诉诺兰，怕他担心影响工作。所以当诺兰焦急地问是谁病危时，我撒谎说是怀亚特病了。他听后长舒一口气，眼中甚至闪过一丝毫不掩饰的喜色。他还让我多陪陪我父母，说怀亚特年纪大了，心脏病不好治。当时我没多想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他是一直以为是怀亚特病了。我晃了晃手里的录音笔，心里冷笑，脸上却装作不情愿的样子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没意见。毕竟他也是咱们的爸爸。诺兰没听出我话里的讽刺，还以为我向他妥协了。他嘴角微扬：“
傲慢地命令道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让开！没看到卡米拉救了你爸累得脸色发白吗？回去给他做点营养餐补补。”说完，他搂着卡米拉与我擦肩而过，大步离开。他们经过我身边时，卡米拉偎在诺兰怀里，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得意的挑衅。我懒得搭理那两个蠢货。等他知道死在手术台上的其实是他的亲生父亲时，表情一定很精彩。到时候，希望他还能说得出病人的死和医生无关这种话。结婚这些年，利亚姆一直待我很好，时常私下接济我们。我不忍心看他走得这么不体面，决定好好送他一程。我独自一人去办理死亡手续，医院的人都震惊不已。利亚姆送进来时，大家就都知道了。诺兰坚持要主刀，没想到人这么快就没了。可现在处理后续，却不见他的人影。就在我快要办完最后一道手续时，诺兰突然带着卡米拉闯进来，把一份协议甩到我面前，命令道：“签字。”我扫了一眼，竟然是器官捐献同意书。我难以置信地盯着诺兰，怒火瞬间上涌。诺兰，你知道他的执念，他绝不会允许你这样对待他的遗体。诺兰还没说话，旁边的卡米拉就嗤笑道：“哟，捐献器官是为医学做贡献，他应该感到荣幸才对。”我冷冷地扫了他一眼，那也得尊重逝者意愿，懂吗？诺兰瞬间火了，冲我吼道：“奥利维亚，你别不识好歹！反正他已经死了，器官还能为社会做点贡献。再说了，这也是在给他积德。谁知道他这辈子造了多少孽？不然怎么别人能救活，就他非得死？说不定这就是报应。”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指尖都在打颤。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我绝不会同意签字。诺兰猛地抓住我的手，力道大的几乎要捏碎我的骨头。他说：“奥利维亚，别给脸不要脸，这是我的决定，还轮不到你来做主。”我怒不可遏，涨红了脸，含着泪对他喊道：“你敢欺负我？我爸妈知道了，绝不会放过你。”诺兰目光冰冷，猛地把我推开。我重重摔在地上，后背疼得发麻。他冷冰冰地说：“不就是仗着家里有几个臭钱？醒醒吧，你爸死了，没人给你撑腰了。”我忍着手上火辣辣的疼，但一股寒意从胸口蔓延至全身。这就是我当年不顾父母反对，非要嫁的男人，根本就是个人渣。眼泪顺着脸颊滑落，我疲惫地说：“不管你怎么说，我绝不会签。在利亚姆老家，讲究死后留个全尸，下辈子才能好好做人。我实在做不出这么绝情的事。”诺兰还想拖着我签字，卡米拉却突然说：“施密特先生，您也是家属，有权签字。我们就当帮他个忙好了。”诺兰宠溺地看着他，夸赞道：“还是你聪明，就当积德行善了。”话没说完，他已经在同意书上飞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我失望地看着他：“你会后悔的。”他不屑地瞥了我一眼，准备和卡米拉去解剖遗体，一个电话却打断了他。离开前，他还特意叮嘱卡米拉：“我有台紧急手术要先处理，别怕，尽力就好。反正是具尸体，估计能用的也不多。让你练手，也算他爸最后的价值了。”诺兰走后，卡米拉像是故意气我，对捐献者毫无尊重可言，反而拿着骨锯，拿利亚姆的遗体撒气，粗暴地锯断了他的四肢。接着，他掏出利亚姆的器官，扔得到处都是。他还假惺惺地在我旁边叹气：“哎，他的器官都衰竭了，完全没用，捐献毫无意义。”然后他各个角度拍照发给诺兰：“施密特先生，看我勇敢吗？”诺兰回复：“厉害，我们家卡米拉最棒了。”我被这场面恶心得干呕不止。卡米拉瞥了我一眼，讥讽道：“真没用。你爸这尸体虽然不怎么样，好歹也算给医生们提供了点实验材料。”看着他得意的嘴脸，我忍无可忍，给诺兰发了消息：“诺兰，离婚吧。”诺兰很快赶到，一进门就嘲讽道：“奥利维亚，还看不清形势吗？你爸死了，你以为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大小姐？没了我，谁还要你？”我看着他，强忍着恶心，
那也比跟你这种人渣在一起强。他似乎被戳到痛处，脸瞬间扭曲，不就是家里背景比我好点？从上学时就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你以为你家出了几年学费，施舍了我点钱，就有资格对我指手画脚了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，跟你家没有半毛钱关系。我冷哼一声，这些年来，我们家给他的又何止是钱？就连他现在的名声，也有我们出的一份力，结果却养出了一头白眼狼。我说，诺兰，要是真靠你自己，你大学能不能毕业都是问题。看看你现在自欺欺人的样子，真让人恶心。两条路，离婚或者法庭上见。他恶狠狠地瞪着我，眼神像是要把我生吞活剥。他说，你以为我不敢离？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我，你会混得多惨。说完，他拉着卡米拉的手就要走。突然，他像是想起什么，回头看了一眼狼藉不堪的屋内。他说，赶紧把你爸这些脏东西弄走，别玷污了医院这种神圣的地方。我本还想让他见利亚姆最后一面，现在看来完全没必要了。半天之内，我联系好了火葬场，布置好了灵堂，通知了亲友，也通知了诺兰。我能为利亚姆做的，都已经做了。我刚出去透了口气，回来就看到眼前的一幕，气得我头皮发麻。利亚姆的遗像被人用红漆泼毁，面目全非。原本请来祷告的神父被粗鲁地赶走，换成了喧闹的乐队。最可气的是，利亚姆的骨灰盒被人拿走，旁边几个人似乎在制作类似烟花的东西，快要完工了。我冲进去怒喝道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卡米拉轻笑，大惊小怪什么？我们这是喜丧，现在最流行了。施密特先生还夸我有创意呢。诺兰满意地点点头，看着被毁的遗像冷冰冰地说，卡米拉也是一片好心，热热闹闹，开开心心的，多好。你爸的骨灰已经做成烟花了，待会儿就送他上天，这算是送他上天堂了。